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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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阿威，您好，您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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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见着您了。介绍一下，这就是传说中的你好，你好，你好，中文很好，中文很好，谢谢。你们每天都这么直播过程中是吧？啊，对对对。昨天啊，就导弹从这儿过去，你拍到了是吧？说我听说你拍到了导弹。发上去。Hello。Hello。哎呀。这客厅就像个工作室一样，是吧？拍摄的和剪辑的设备是吧？对。这是你的，你每人一台工作设备是吧？一套。对。你这比我们的高级啊，是吧？这比我们的先进。我还有一个工作室。哇，天哪！哎呀，你看看这个设备。好多了。哦。那让那个老板换。每个房间都是直播，都可以开直播。不太您在这个战前的时候，是不是也就开始做油管了，是吧？真没有啊，那相机是上个月买的。哎，我看那老雷说你在战前的时候，你好像就是做一点那种旅游啊，什么那种旅拍啊，什么之类的，是吧？就是战前时候我那个就是一朋友圈的水平，就是想学的人做，根本没人看。周末好，我现在在马其顿的马特卡峡谷，Hello, it is 吉贤。I'm Chinese. I am learning Russian. 战前的就是程序员，这个相机这是新买的啊，就是这个打仗以后买的是吧？啊，对对，因为那个 iPhone 对吧，它特别的不专业，就是不好使。哦，你现在这已经都很专业了，这些设备是吧？直播的、拍摄的这直播我还真没做过，就是真是写程序的东西多。你最早就是发的这个视频是哪一条啊？什么时候啊？就是乌克兰战争之后啊。最开始我忘了有2个忘哪先的了，一个是关于撤侨，说这个中国派了好几架飞机，就问我为什么那么不识相不走。我就琢磨，这天上飞的都是导弹，您那个隐形战斗机也飞不过来，您哪来的民航飞机啊？还一个开战第1天，各民航的机场炸的不就是机场吗？机场那开战凌晨5点，咔1小时那就都炸完了。你是觉得就是说，就是他们对这边的信息不了解？对，一个是他不了解，另外一个呢，就这种信息呢，我觉得啊，叫 propaganda， 就是宣传的这两边它各有用意。我这语境我按着谁那边说话呢？咱是管他们叫敌人、侵略者，还是叫解放军？我们没有审查，你自己怎么想你就怎么说。那咱说这个俄国解放军这边吧，他们是希望。哎，人家熟读《孙子兵法》，想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怎么着呢？我放2颗导弹，哎，我吓唬死你。我跟你说要断水了，你害不害怕？所以我当时做了很多视频呢，可能和他们的这个初衷用意是冲突的。你看这东西还是全的，菜市场都营业呢。啊，奥德萨。哎，大姐，看见这超市里吧，又有一种战争要结束的错觉。我来买肉来了，看这姐姐多漂亮，多喜庆。卡克西维呀，对。俄罗斯那边呢，当然就不开心了。俄罗斯也有人看你这视频是吗？黄俄罗斯啊 ，Kitaskaya Sovetskaya。你就是说是中国大陆这边？不敢这么说啊，契丹苏维埃共和国啊。为什么不敢这么说呀？咱父母老家还是手里呢。哦，但你其实这个也没大区别了吧？你天天在网上这么说，人还不你毕竟你毕竟查字典，契丹苏维埃共和国有这么一段。反正这段是跟中华民国在一起的啊。要不你俩都不承认啊。就是直接是那个到时候宣统帝退位诏书拿过来，直接给了这个斯大林。就不是我不会好好说话啊，好好说话他妈人没了。当时你后来被国内的那个社交媒体都给封了嘛，对不对？对，然后咱什么原因？咱再说这事儿啊。开始没有这么大面积的永久性的绝对的封啊，人就是象征性的，对吧？鸣枪示警似的，先给你封个2天7天。我那会儿又是不懂事儿，我就一不开心，我把那胶布叭贴脸上，你不让我不说话吗？我一个字不说，我给你录段视频。后来这个视频呢，被好多别的媒体朋友就发现了。其中呢，我到今天才明白啊，这个叫境外敌对势力。
那我到今天我也没就是不是特别明白。你说人美国之音，人家没写着美国反华之音，咱不是媒体出身的，您给我3个报纸，我只能说《华尔街日报》。哎，这我光听名字啊，我觉得这是不是做金融的？《纽约时报》，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美国的一个，就怎么说呢？就跟美国的《北京晚报》似的这么一个概念，一媒体。人家你说《北京晚报》这总不能是反美媒体吧？它就是一当地媒体。但是人家可能就是想通过一个在这儿的一个中国老百姓去了解一下这个视角是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些个所谓的境外反华敌对势力的媒体采访了我。那你觉得那个境内当时把你封杀，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想了这么久，我才想明白，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因为我没骂他，就是其实您截止到今天，我没有一句话是直接不是，我没一句话是骂共产党的。我刚才是不是说社会主义好，对吧？咱你看多懂规矩，我骂普京那王八蛋来着，那该骂。哎，这么说，我骂他，我都有理由。你炸的这房子，这导弹是你扔的吧？这路是在这儿吧？这条路上有我交的税，我挨这儿纳税了，你得赔啊！不是你想走就走，真的按北京话，孙子也别走，这事儿赔完了再说。那你觉得你封杀跟骂普京有关吗？那咱只能说这个黄河子孙孝顺了。我骂他爷爷呢，哎，不是，按辈分这算他爹是吧？那我只能你让我联想，对吧？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为什么封杀你，你只能是猜。咱就说，咱按江湖规矩，搁老年间，叭，我给你嘴巴，知道为什么打你吗？我得给你讲明白了，对吧？还不如一小流氓水平呢。小流氓打完你都得告诉你为什么，对吧？知道为什么今儿抽你吗？你讲明白了啊。那当时这个把你封了以后呢，对你有什么影响吗？就是你封我这个公开的发布信息的权利，这行。你把我和我父母单线联系的可能性都给封掉了。比如说什么呢？就微信啊，1对1的，你之前你封我什么朋友圈啊什么的，这是我发布消息的，我点对点的发消息，这你给我封了。所以跟他们就是联系一些，都变得不方便起来了，是吧？那现在就哎呦，开着微频能联系上，但特费劲，又卡。那你的被封了以后，你家人担心呢？担心你了吗？那担心啊。有没有跟你讲啊？讲你这个，你不要这么搞了，你看政府都把你封了。这种施压呢，这种传导的，它是一种自我审查式的施压。就是他不会跟你说，哎，你因为发了这个，哎，他会找你别的茬儿。你说找茬是找你还是找你家人呢？能碰着谁就找谁的茬儿。国内和我有关的人，他们确实有受到了各种不同的压力。就你父母什么之类的，是吧？咱就非得说这么清楚吗？你现在你敢回国吗？哪天咱俩组团回国？哎，这目标大，你说这大新闻，一下逮俩，你看。就你自己的话，你现在想敢不敢回国？不，关键是我觉得我回国这不是就是挺跟自个儿较劲的，就没这个明确需求啊。我就说你父母现在还在国内吧？那在呢。那肯定是也好，我就是回国探亲的需要还是有吗？那你想，比如这事儿吧，我特想咨询一下。我不是有一视频，我说我不行，我自首去啊。您说我怎么错了都行。中国使馆不开门，电话不接。我特想咨询一下这问题。我说你看我这可能犯了一些个什么错误，什么错误咱也不知道，您给咱讲讲。你比如说啊，你这样的要回国啊，你得因为这个你犯了什么罪，我们得调查你，判你个3年5年。我知道啊，好，我这一算，我这30多岁，我3年5年我就是好好做人啊。他也干得过啊。你弄的我跟个什么逃犯，跟个贼似的。问题是我犯什么罪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还想回国吗？你是不想了吗？还是说想？封账号封到这儿，这不是最终的节点。封完以后还要恶意抹黑你呢。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原来呢，咱啥也不是。嘿，现在咱回去，卖国贼、汉奸，各国间谍，说我什么的都有啊，就唯独有一波人说的我是让我特别不能理解。他们家说我是共产党员。你可以说我是什么间谍特务，你不能说我是共产党员啊！那光荣正确的事儿咱不配啊。但是你被封杀之后，反正我看你的油管的粉丝数哗哗涨起来了。那你是吧？能跟您比吗？不，就是说你就是因为你这个在
毕竟没有这个乌克兰战争之前啊，没有被封杀之前啊，我也不是干这行的，就知道你的人还是不多嘛。他一封杀之后，我看你油管的粉丝那数量哗哗就涨得很快，是吧？我那就是一个微信发朋友圈那水平，就是我这朋友圈上发什么我就往这一扔。但我看也有一些人对你的在油管发这个信内容哈，也有一些质疑啊。比如说有人说你作秀，你听说过没有？咱这不是，你看这作秀的设备多专业呀！我有车，待会儿我去，我去前面，待会儿我去前面看看他们，人家辛苦了。